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王磊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陈总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，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划破了周五午后的宁静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微微发红的脸。我明白了，我平静地回答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解脱感。同事们纷纷从格子间里探出头来，眼神中满是震惊和好奇。我知道，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8个月前，我踏进这栋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写字楼，玻璃幕墙反射着秋日的阳光。我提着一个普通的黑色公文包，穿着从商场买来的廉价西装。你就是新来的产品经理王磊。刘总上下打量着我，眼中没有太多热情。是的，请多指教。我恭敬地递上简历，刘总接过简历，草草翻了几页。学历还行，不过我们这里竞争激烈，希望你能尽快适应。我点点头，我会努力的。办公室里的格子间排列得很整齐，我被分配到靠近窗户的位置。旁边坐着一个看起来刚毕业的年轻人，我叫李明，大家都叫我小李。他主动伸出手，王磊，我和他握手，感受到他手心的湿润。小李是个话多的人，他告诉我这里的各种规矩，哪些人不能得罪，哪些事情要小心。我默默听着，偶尔点头，心里却在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。第1个月，我表现得很普通，不出色，也不糟糕，就像大多数刚入职的员工一样。同事们对我没有特别的印象。午餐时间，他们讨论项目进度，我就在旁边安静地吃饭。王磊，你觉得这个需求怎么样？有时候刘总会问我意见，我觉得可以试试。我总是给出这样模糊的回答。刘总皱皱眉头，但也没说什么。晚上加班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只剩下几个人，我会假装在整理文档，实际上在观察电脑屏幕上的数据。小李经常加班到很晚，有一次他遇到了技术问题，苦恼地抓着头发。怎么了？我走过去问。这个数据库连接老是出错，我已经试了1个小时了。我看了看他的代码，你试试改一下这里的参数。他按照我的建议修改后，问题果然解决了。你懂技术？小李惊讶地看着我。略懂一点，我淡淡地说。从那以后，小李对我更加信任，他会把一些工作上的困惑告诉我，我也会适当地给他一些建议。3个月后，我的表现依然平平。刘总开始对我有些不满。王磊，你的工作效率有待提高。他在周会上点名批评我。是的，我会注意的。我低着头回答。旁边的同事投来同情或者幸灾乐祸的眼神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觉得这样的发展很符合预期。5个月后，公司开始了一个重要的新产品项目，所有人都很兴奋，因为这关系到年终奖和升职机会。我被分配到了数据分析的工作，这个位置不起眼，但是能接触到很多核心信息，这些数据很重要，不能外泄。陈总在项目启动会上强调，明白。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我也举起手，表示理解，心里却在思考如何获取更多信息。6个月后，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出现了。那是一个周3的上午，我正在整理用户数据，刘总突然走到我的工位前。王磊，昨天的数据报告有问题。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悦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什么问题？用户转化率的数据明显偏低，你是怎么统计的？我打开电脑上的表格，我是按照您上次说的方法统计的。刘总仔细看了看数据，这个方法不对，你应该这样计算。他指着屏幕，
语气变得更加严厉。你做事能不能仔细一点？这种错误会影响整个项目的决策。周围的同事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偷偷看向我们这边。对不起，我马上修改。我保持着恭敬的态度。修改？现在修改还有什么用？汇报已经发给陈总了。刘总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我知道这个数据没有问题，我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，是刘总自己记错了之前的要求，但我没有争辩，我只是点点头，表示接受批评，下不为例。刘总丢下这句话，转身走了。小李悄悄走过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苦笑着摇摇头。从那天开始，刘总对我的态度明显变冷了。他开始处处为难我，给我安排一些繁琐的工作，其他同事也开始疏远我。午餐时间，他们的讨论声音变小了，仿佛怕我听到什么重要信息。王磊最近表现不太好啊，有人在茶水间小声议论。是啊，刘总都开始不满了，看样子他在这里待不长了。我装作没听见，继续接水，心里却在暗自高兴，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。7个月后，陈总开始注意到我了。王磊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周五下午，他的助理通知我。我敲门进入陈总的办公室，他正在看着什么文件，头也不抬。坐吧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我坐下，静静等待。你在我们公司已经7个月了。陈总终于抬起头看着我。是的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在学习适应中。我老实回答。陈总点点头。刘总反映你的工作能力有待提升，这个你怎么看？我沉默了几秒钟。我确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会继续努力的。努力是好事，但是光有努力还不够。陈总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公司需要的是能创造价值的员工。我明白，希望你真的明白。陈总重新低头看文件。你先回去吧。走出陈总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。8个月后，那个周五下午，王磊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陈总的话在办公室里回荡。我放下手中的鼠标，缓缓转过身面对他。可以告诉我具体的原因吗？我平静地问。你的工作能力不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。陈总的表情很严肃。不过公司会给你1个月的补偿。我点点头。我明白了。刘总站在旁边，眼中带着一丝得意。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吧，今天就可以走了。我开始整理桌上的东西，一支笔，一个水杯，几本技术书籍。同事们纷纷投来各种眼神，有同情的，有幸灾乐祸的，也有不敢置信的。小李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王哥，真的很遗憾。没关系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小李关切地问。先休息一段时间，再看看吧。我把最后一本书放进纸箱里。刘总看着我平静的表情，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。你好像一点都不紧张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。紧张有用吗？也是。刘总点点头。对了，当初是谁介绍你来公司的？这个问题很突然。我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，看着刘总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奇怪。刘总皱着眉头。普通人被开除都会争辩几句，你却这么平静。我把纸箱抱在怀里，向门口走去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在看着我。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我淡淡的说完这句话，推门而出。身后传来刘总和陈总交换眼神的声音。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看着逐渐下降的楼层数字，
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。8个月的伪装终于结束了。当晚11点，我拨通了一个号码：“老刘，可以开始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辛苦了，小王。8个月来收获如何？”超出预期。我坐在公寓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加密的 U 盘，他们的新产品计划、核心技术参数，还有明年的战略规划，全都在这里了。很好，明天上午我们就发布律师函，下午产品发布会按原计划进行。我点点头，即使老刘看不见。还有一件事，他们今天下午开除了我，正好，这样更不会有人怀疑。老刘的声音里带着满意。明天见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走到窗前，楼下的街道灯火通明，车流不息。8个月前，星辰科技的 CTO 刘志远找到我，我们需要你潜伏到飞腾科技，获取他们的核心信息。为什么选择我？因为你够普通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他说的对，这8个月来，我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存在着。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个表现平庸的产品经理，实际上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商业间谍。我的任务很简单，收集情报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消失。被开除正是计划的一部分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飞腾科技收到了星辰科技的律师函。律师函指控飞腾科技侵犯了3项核心专利，要求立即停止相关产品的开发。陈总看着律师函，脸色变得铁青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的技术是自主研发的。法务部门紧急开会，技术部门也被叫来解释情况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技术细节？技术总监困惑地问。刘总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昨天那个王磊说的话，明天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觉得是他？陈总眯起眼睛，很有可能。刘总掏出手机，我现在就联系人事，调出他的入职资料。下午2点，星辰科技举行了产品发布会，他们发布的新产品和飞腾科技正在开发的产品惊人的相似，不仅功能接近，连设计理念都如出一辙。这不可能是巧合。陈总愤怒地拍着桌子，股价开始下跌。投资者对飞腾科技失去了信心，纷纷抛售股票。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件事。有记者询问是否存在内部泄密的情况。我们正在调查，陈总对媒体说，但是调查并不顺利。我的入职资料看起来很正常，推荐人也确实存在。网络安全专家被请来检查公司的内部系统，他们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访问记录，但是很难追查到具体的人。1周后，真相开始浮出水面。技术部门终于在服务器日志中发现了异常，有人长期使用不同的账号访问核心数据库。这些访问记录很巧妙，每次都不会超过安全阈值。网络安全专家说，但是累积起来，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信息。IP 地址被追踪到办公室内部，经过仔细比对，锁定了我之前使用的工位，就是他。刘总咬牙切齿地说。小李被叫去问话，他紧张地坐在会议室里，面对着陈总和刘总。你和王磊的关系怎么样？陈总问。还行吧，他人挺好的，经常帮助我。小李老实回答。他帮助你什么？主要是技术问题。有一次我的数据库连接出了问题，他帮我解决了。刘总和陈总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他当时用了你的电脑，用了一下。小李点点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很大。通过小李的账号，我获得了更高的系统权限，能够访问到更多的核心信息。这个王磊到底是什么人？陈总问人事部门。人事部门调出了我的所有资料，
学历证明、工作经历、推荐信，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。但是当他们联系推荐人时，发现了问题。这个人确实存在，但是他说从来没有推荐过什么王磊。人事经理汇报说，那简历上的工作经历呢？我们联系了他之前的公司，对方说没有这个人的记录。真相大白了，我的整个身份都是伪造的，立即报警。陈总下令，但是为时已晚，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带着所有的秘密离开了。公司的损失无法估量，不仅丢失了核心技术，还错过了最佳的市场时机。我们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刘总沮丧地说。陈总沉默不语，他在思考这8个月来的种种细节，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。他从一开始就在演戏。陈总终于开口，故意表现得平庸，就是为了不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开除他？这不是正中他的下怀吗？刘总困惑地问。也许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陈总苦笑着摇头。被开除比主动辞职更不容易引起怀疑。1个月后，我坐在星辰科技的办公室里，窗外是同样的北京天空，但是心情完全不同了。恭喜你，王磊。刘志远把一份任命书递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高级产品总监了。我接过任命书，上面写着我的真实姓名。王建国。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刘志远继续说，飞腾科技现在焦头烂额，我们则抢占了市场先机。谢谢领导的栽培。我谦虚地说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好好工作，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刘志远满意地点点头。你这8个月辛苦了，确实很辛苦，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伪装，不能表现得太好，也不能太差。最难的是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当刘总无理取闹的时候，当同事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我必须保持平静。飞腾科技那边的情况很糟糕，陈总被董事会问责，最终被迫辞职，公司业绩大幅下滑，不得不进行裁员。刘总也没有逃过一劫，因为识人不明，管理不善，他被降职到普通员工。早知道就不开除王磊了。他在酒吧里对朋友抱怨，也许留着他还能减少一些损失，但是朋友们都觉得他在推卸责任。谁让你当初没有仔细调查他的背景？小李的情况比较特殊，虽然他无意中帮助了我，但是公司并没有怪罪他，毕竟他也是受害者。我通过一些关系，暗中帮他找到了新工作，在一家规模不大但前景很好的创业公司。收到 offer 的时候，小李很惊讶，我只是试着投了简历，没想到真的录取了。他永远不会知道，这是我给他的一点补偿。6个月后，2家公司的竞争尘埃落定，星辰科技凭借抢先发布的产品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，飞腾科技则陷入了长期的困境。我坐在新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职场如战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目的。有些人为了生存，有些人为了理想，有些人为了金钱。我为了什么？也许只是为了证明，在这个复杂的商业世界里，最不起眼的人往往最危险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王总，有一个新的任务想和您谈谈。我看着窗外，缓缓地说，我听着，故事还在继续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还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，带着各自的秘密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。没有人知道真相，也没有人需要知道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常，你每个月拿多少钱啊？小吴眼睛一转，
扫视了一圈热闹的聚会现场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刻意的好奇。我手里端着杯白开水，迟疑了一下，老实回答：就2800倍，不多。话音刚落，一片寂静，几双眼睛投来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，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错。我低头喝了口水，佯装没看见那些或怜悯或嘲讽的眼神。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，洒在小区门口的保安亭上。我是常福贵，今年62岁，在锦绣未来科技公司当了1年的保安。有人说我这把年纪了还出来工作是为挣钱，其实我退休金每月也有4000多，比现在干保安的钱还多。但我就是闲不住，一天到晚在家里转悠，老伴儿嫌我烦，所以我宁愿出来找点事做。公司里的年轻人都喊我老常。每天早上7点半，我准时到岗，给每一个进公司的人问好。下午5点半，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开。日子平淡如水，但我却乐在其中。公司5周年快到了，人事部的张主管提前组织了一场聚会，地点就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我本不想参加，但张主管说是全体员工必须到场，我这才换上从衣柜深处翻出来的一件老西装，勉强前往。咖啡厅里人声鼎沸，几十张桌子拼在一起，摆满了各种饮料和点心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看着那些年轻人推杯换盏，有说有笑。他们大多是20-30岁的年轻人，穿着时髦，说话带着一股我听不太懂的网络用语。老常，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？来，跟我们坐一起。市场部的小吴走过来，热情地拉着我的胳膊。小吴今年27、28岁，是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，平时上下班总会跟我打招呼，算是公司里为数不多跟我说话的人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跟着他来到了一张坐满了年轻人的桌子前。大家看我年纪大，没多说什么，继续聊他们的话题。听说这次年终奖要发2个月工资呢，一个叫王丽的女孩兴奋地说道。才2个月啊，我上家公司都是3个月起步的。技术部的李明不以为然地说。话题很快转向了各自的薪资待遇。这些年轻人对钱的话题特别感兴趣，一个个都在那里炫耀自己的收入。我每个月到手12000，还不算提成。小吴得意地说，我们技术部起步就是15000，我现在18000了。李明也不示弱，我刚来2年，现在13000，今年争取涨到15000。王丽说道。就这样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在那里比较着工资的高低，气氛越来越热烈。连平时不爱说话的赵刚也忍不住加入了讨论。老常，你就别听他们瞎吹了，你每个月多少钱啊？小吴突然把话题转向了我，眼睛一转，扫视了一圈热闹的聚会现场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刻意的好奇。我手里端着杯白开水，一时间有些尴尬。我知道我的工资在这些年轻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，但也没必要撒谎，于是老实回答，就2800倍，不多。话音刚落，桌子周围一片寂静，几双眼睛投来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，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错。我低头喝了口水，佯装没看见那些或怜悯或嘲讽的眼神。哎呀，老常，你的退休金加上这个工资也有个6-7千了吧？小吴似乎意识到气氛有些尴尬，赶紧打圆场。差不多，我含糊地回答，心里却想着，就算加上退休金，也不到他们工资的一半，何必再提这茬呢？老常叔这么大年纪了，能拿这个工资已经不错了。王丽小声对李明说，
语气里带着一丝怜悯。我爷爷退休金都比这多。李明撇了撇嘴，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视。我听在耳里，默默端起杯子喝水，假装没听见，但心里却有点难受。年轻人说话真是不懂分寸。聚会持续了2个多小时，大家都喝得尽兴，只有我一直清醒着。眼看着时间不早了，我决定先行离开。各位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我起身向大家告别，老常叔慢走啊，明天见。小吴笑着挥手，拜拜，老常。其他人敷衍地说道，眼睛还盯着手机或者继续聊天。我走出咖啡厅，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。虽然5月的晚上还带着一丝凉意，但总比在那个让我感到格格不入的环境里好得多。正准备往小区方向走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爸，这声音太熟悉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转过身去，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快步走来。他身材魁梧，脸上带着疲惫但温和的笑容。子明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惊讶地问道。常子明是我的儿子，平时忙得很，1个月难得见上一面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刚开完会，妈说你在这边参加公司聚会，我就过来接你了。就在这时，咖啡厅的门又开了，小吴、王丽、李明等一群人说说笑笑地走了出来。看到我和常子明站在一起，小吴好奇地走了过来。老常，这是？常子明转过身，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。你们好，我是常子明，这是我爸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小吴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您是常总？常子明点点头，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下不仅是小吴，连王丽、李明等人也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他们不敢相信，平时那个不起眼的老保安，竟然是公司老板的父亲。没事，就是没想到常叔是您的父亲。小吴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神闪烁不定。常子明似乎没注意到气氛的异样，只是自然地说：是啊，我爸退休后闲不住，非要找事做。我本想让他在公司里做个顾问什么的，结果他偏要当保安，说是能锻炼身体。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回家吧，你妈还等着咱们吃饭呢。好，爸，我们走吧。常子明自然地搭上我的肩膀，转身对小吴他们说：你们慢慢玩，我先带我爸回家了。说完，便领着我向停车场走去，留下小吴等人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。坐在常子明的豪华轿车里，我忍不住问道：你怎么突然来接我了？平时不是忙得很吗？常子明叹了口气：爸，我这段时间确实忙，公司上市的事情太多了。但妈今天打电话埋怨我，说你在公司当保安挺辛苦的，还被年轻人看不起。我这一听就着急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你妈就是瞎操心。我摆摆手，我挺好的，工作也不累，就是站站走走，比退休在家舒服多了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是我爸爸。常子明有些歉意地说道：我之前告诉过张主管，让他多照顾你，但没想到他没跟其他人说，这样挺好的。我笑了笑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。你想啊，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老板的爸爸，那对我就会另眼相看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常子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爸，那工资的事，工资够用就行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我有退休金，不缺那点钱。再说了，我干保安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做，别整天在家闲得发慌。常子明笑了笑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
爸，你还是那么倔强，不过我理解你，就像你当年支持我创业一样，我也支持你的选择。回到家，老伴儿赵淑华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，看到我和常子明一起回来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你们父子俩可算是一起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赵淑华招呼道。饭桌上，常子明讲起了公司的事情，说是最近要上市了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赵淑华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问这问那。我虽然听不太懂那些商业术语，但看着儿子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心里也是满满的骄傲。对了，爸，明天我让张主管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岗位吧，保安站一天太辛苦了。常子明突然提议道。我立刻摇头，不用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别瞎折腾。可是爸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站一天，多累啊。常子明担忧地说，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，每天能见到不同的人，跟年轻人打交道，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不少。我笑着解释，再说了，我这身体硬朗着呢，比那些整天对着电脑的年轻人强多了。常子明和赵淑华相视一笑，知道拗不过我，也就不再坚持。晚饭后，赵淑华去厨房收拾，常子明拉着我坐在沙发上，欲言又止。爸，今天聚会上有人说什么了吗？妈在电话里说你好像不太开心。常子明试探着问道。我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就是年轻人聊天，说到工资的事情，他们一个个工资都上万了，我一说我才2800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常子明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难看。他们笑话你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尴尬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年轻人嘛，爱比较也正常。爸，其实我一直想给你涨工资，但知道你肯定不会接受。常子明叹了口气，你说的对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钱，更重要的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我看你这一年精神状态比退休在家好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，站在门口迎接上班的员工。不同的是，今天的气氛有些微妙。小吴是第一个来的，看到我，他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。常叔，早上好。小吴早啊，今天气色不错嘛。我和往常一样打招呼，假装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小吴犹豫了一下，低声说道，常叔，昨天我们不知道您是常总的父亲，有些话说的不太合适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我笑了笑，没事，年轻人说说笑笑很正常。再说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保安，没什么特殊的。小吴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后面有其他同事来了，只好点点头，匆匆进了公司。接下来，王丽、李明等人也陆续到来，他们看我的眼神明显不同了，带着几分敬畏和讨好。我心里暗叹，这就是我不想公开身份的原因。上午10点，常子明出现在公司门口，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。他冲我点点头，然后直接走向了电梯。不一会儿，张主管匆匆从电梯里出来，走到我面前，神色恭敬，常叔，常总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。来到总裁办公室，常子明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看到我进来，他站起身，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爸，坐。什么事这么急？我坐下来，奇怪地问道。常子明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，爸，这是公司的股权分配表，我把10%的股份写在你名下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。我一惊，连忙推开文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需要这个，爸，这不仅仅是为了你。常子明严肃地说，公司准备上市了，股权结构需要更加清晰，
你作为我的父亲，给你股份是理所当然的。更何况，当年你拿出全部积蓄支持我创业，这些股份本就应该属于你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想当年，常子明刚大学毕业，满腔热血要创业。我和赵淑华虽然担心，但还是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持他。爸，无论你是不是公司的保安，你都是我最尊敬的人。常子明真诚地说，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些股份，不是因为你是我父亲，而是因为你值得拥有它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说，行吧，我收下了，但我还是想继续当我的保安，别的什么都不要变。常子明笑了，好，一切照旧，不过有一点要变，那就是你的工资，从这个月开始涨到5000，这是市场行情，不算特殊待遇。我刚想反对，常子明却抢先说道，爸，这是公司规定，不是我特意为你做的，所有保安的工资都会调整，你不能例外，否则会引起其他保安的不满。看他说的煞有介事，我也只好点头答应。下班时，小吴特意等在门口，见我出来，他有些拘谨地走过来，常叔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请您吃个饭，表示一下歉意。我笑着摆摆手，不用道歉，你们年轻人说话直接些很正常。我是他爸爸，但在公司里，我就是个普通的保安。我不希望因为这层关系而受到特殊对待，所以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叫我老常就行了。小吴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敬意。常叔，您真是太让人敬佩了。有什么好敬佩的？我笑了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不一定非要拿高薪才有价值，关键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活得开心就好。小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晚上，常子明带着他的妻子刘芳和5岁的儿子小宝来家里吃饭。桌上，小宝好奇地问我，爷爷，我爸爸说你是他公司的保安，是真的吗？我笑着点点头，是啊，爷爷每天站在门口，看着大家上下班。那你为什么不当老板呢？我爸爸不是把股份给你了吗？小宝天真地问道。常子明和刘芳都笑了。我摸摸小宝的头，说道，因为爷爷喜欢当保安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你爸爸喜欢当老板，爷爷喜欢当保安，都很好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人们总是习惯用收入、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，内心的满足和快乐。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成就，但培养出了像常子明这样的好儿子，还能在晚年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，常子明问我，爸，你说人这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想了想，笑着回答，为了活得像自己。常子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我们就这样一老一少，沿着夜色笼罩的街道，慢慢的走着，走向那个充满温馨和爱的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